看我打。好，5个6，好的，还下5个6啊？那可以，有长进啊你。哎呦，小心啊！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切磋一下？我打得很好的。赵大年，米瑶，我先过去一下。老婆啊，我刚刚跟小英在。我来找你回家。我只要呢发现完了以后就跟你回家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有事打电话给我就行了。大年，你已经玩了2、3天了，你还玩不够吗？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更何况你是赵家的总经理，还是继承人，你有责任在的，知不知道啊？好像啊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像我妈，你是我妈从好多人当中挑选出来的那个媳妇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们讲话都一模一样，真可怕，快把我吓死了。你还记得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2天在外面的时候，你妈又犯病了？妈她又犯病了。那要是我现在回去的话呢，妈会更不高兴啊。所以说我还是先不回去了。大年，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？你妈都为你病倒了，你不管她？你不要说了，我不要听啊！我不想听。海秀，好疼！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海秀，你怎么样了？海秀，看什么看？快叫救护车！快叫啊！海秀。快点啊！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啊！哎，大年在那边。大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她跌倒了。跌倒？怀孕的人她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哪位是病人的家属？来了，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？经过及时抢救，尊夫人的情况现在已基本稳定了，但是还是没能保住孩子，很抱歉。孩子没有。大年，我问你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话呀你！你这混账东西，一定是你害了韩秀！你这个……哎呀！你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你先听他怎么说嘛。还听他说什么呀？你看他浑身上下都是酒味儿啊！一定是你喝醉了酒闹出了这个事来。你呀！哎呀，好了呀你，大年，韩秀怎么会跌倒的啊？都是我不对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我这一辈子最恨就是酒后闹事，没想到我的女婿就是这种货色啊！你已经酒后背上了杀人的罪名，你还不知悔过？你把孩子害死，你还是不是人吗你？哎呀，好了你不要在医院动手动脚、大呼小叫的，你给大年留点面子嘛。还给什么面子？孩子都没了，还给他什么面子啊？好了，哎呀，你发这么大脾气有什么用吗？你就想想吧，该怎么解决？好，我看你怎么解决啊！你有本事闯祸，你就有本事承担责任。我看看你怎么向你母亲交代。你够了你！你气死我了你！好了，
不在那儿啊。如果他过去，请他给我打个电话啊。哎呀，韩秀去找大年，怎么都不见了呢？真是。妈，你还晓得回来呀？你知不知道韩秀这2天找你找得好苦啊？你都快当父亲的人了，能不能学着有点责任心？出门就跟丢了一样，以后怎么给孩子做榜样啊？怎么了？你不说话，跟我认错啊？没有用，你对不起韩秀。等他回来，你自己去解释。妈，你可不可以好好听我说一句话？怎么，你还想编排他什么罪名啊？你还嫌他不尽心尽力吗？妈，他人在医院，他流产了。妈，喂，来人呐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明明宝宝还那么强壮，那么健康的在我身体里的，怎么会就这么没了呢？韩秀，你看大年这人呐，韩秀已经成这个样子，他又跑得不见踪影。哎呀，好了，爸妈，你看这人不是来了吗？不是我妈昏倒了啊，所以我刚刚送她到这儿住院治疗，我花了一点时间办住院手续，对不起。那人要不要紧啊？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。那就好。爸妈，既然大年都来了，你们就先回去休息吧。韩秀啊，我看我留下来陪你好了，这样好跟大年轮班啊。不用了，医院还有看护呢，不用这么操心了。好吧，韩秀，那爸妈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大年，拜托你了啊。要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告诉我们。走了。韩秀，你开心了吧？你报复够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就是气我和妈联手骗你，把你拱成傀儡皇帝吗？现在连妈都住院了，我的孩子也没了，你真的整倒我们了？你开心了吧？喂，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？孩子没了我也很难过，那是我的孩子，我也跟你一样爱他。你爱他，嘴巴说爱谁都会。你要是真的爱他，在你跟我赌气不回家的时候，在你花天酒地的时候，你想到过他吗？你要是真的爱他，你就不会弃我们不顾。韩秀，那是因为……好，是我不对。好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不需要你这么没有诚意的道歉。韩秀，我是认真的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对不起，孩子又不会回来。那你要我怎么样吗？我要我的孩子回来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事不关己、无所谓的样子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？喂，我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我在外面玩，我又不是因为要给你看才做的，我没有让你来找我。你为什么要挺着大肚子到那种地方来找我？出什么意外，谁来负责？你意思是说，我流产是我自找的，是我的错，不关你的事了？这样的话是人说的吗？你是我的老公，难道我就应该不管你不找你吗？你这么关心我，那你以前一次又一次背叛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记得我这个老公呢？那都是因为妈。你不要用妈来威胁我，也不要用妈来当借口。你如果没有跟他有什么共识，没有他那种想法的话，你为什么跟他一样做一样的事？为什么老是要欺骗我？为什么要把我当傻瓜耍得团团转？我不告诉你，我也是不想让你跟妈吵架而已啊！我真的以为你的案子会通过，但是董事会不通过，难道是我的错吗？
我如果不照妈的意思再做一个案子出来，那现在公司就要空战多久？你知不知道？是，你只要干，你可以按照你的理想，也可以满足你的理想。可是我和妈不能不管这些现实面呢。你怎么会跟我妈这么像啊？你们都以为打着赵记的招牌，在外面做一些伤害人的事情就没关系吗？没错，在表面看起来，你是听我妈才这么做，但实际上，你已经紧紧掌握了所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当初真的是被爱情冲昏了头，我才会这么傻去相信你居然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相信的人。对，那我也应该是被爱情冲昏了头，我才会相信你赵大年是个有志难伸的人才。结果呢，你根本就是一个自以为是、不切实际，而且还不能面对失败的懦夫。你根本就是个公子哥，活该你妈不信任。现在我们把话说清楚也好，免得多当10几年的怨偶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是很抱歉，我不是说我们的孩子，是我针对我自己的想法。我很坚持，所以你跟我妈想怎么做，我都无所谓。可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去过你的，我就去玩我的，我们只要做纸上夫妻就行了。妈，韩秀啊，来，坐下。你身体也不好，干嘛要下来啊？过来看看你，我才安心吗？难得你这片孝心了。没关系，你跟大年还年轻，我知道，你一定生大年的气。孩子的事情是怪他不好，夫妻呀要做一辈子，不能记隔夜仇。大年脾气倔，你要多包涵，给他一个台阶，啊。好。省府的案子都已经逐渐上了轨道。你呀，这段时间把心思都放在大年的身上，夫妻的情感也是很重要的。妈妈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，好好的养身体，来年给妈妈生个大胖孙子，啊！博雅，今天不用上班，工作还习惯吗？老师，今天不用上班，现在已经习惯多了。对了，老师，你知道红树林湿地开发案那个案子吗？你是说潘才记的水石记？哦，对，就是那个案子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哎呀，我老婆呢以前就住在那一带，听说那里的环评已经通过了，而且已经催着居民卖地搬家呢。哦，怎么有这种事？可潘才记已经拿出通过的环评报告给居民们看过了。那一定是假的。假的？老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呀？老实告诉你，我就是这个案子的环评委员之一。我的报告还没送出去，这环评又怎么可能过关呢？那这么说起来，潘才记是在骗人了。没错，这个潘才记简直目无法纪。回头我就告诉他，这案子我一定会从严审核，好好把关，让他们学到点教训。老师，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这样，还是按照行业的标准来进行吧。怕什么？我就不信他们能拿我怎么样。就算他们能，我也不怕。哎呀，多亏了你打听情况，要不我们又上潘树德的当了。哎呦，他们真是太大胆了，为了赶走我们这些居民，居然连政府机关的文件都敢改。哎呀，
有一就有二，我相信他们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骗咱们居民的。爸妈，咱们一定要小心一点，防止再受骗上当了。大年，回房睡觉了。我就睡这儿，这里。我们的集团呢是想在上海各个地方。你还要跟我赌气多久啊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在医院说的话跟我冷战，我跟你道歉。可是我真的是情绪太激动了才说那样的话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的。你不用解释那么多了。其实有时候啊，酒后吐真言，那时候说出来才是最真心的话。那天我也是一样，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心话。所以既然话都已经讲开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找对方的麻烦了，好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什么都不用做啊，就维持我们现在这样就行了。但是妈她很想抱一个孙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从我出院以来，你就不肯跟我同房，你要我自己一个人怎么生得出来啊？不要再拿妈压我了，好不好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再这样逼我的话，到时候我连家都不回，我们假面夫妻都会当不成啊。但是你是赵家的独生子，传宗接代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啊。哇塞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把我当种马啊？在公司呢，也许我要听你跟妈的话，可身体是属于我的，我是可以控制的。如果我不想碰你，难不成你要逼我？我现在让你这么讨厌，连碰都不想碰我吗？我不过就想要一个孩子，给妈个交代而已啊！哎呦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要再说我妈了，莫名其妙，你们俩就像双胞胎，你知不知道？看到你就想到我妈，你不要再提她了。好，我不提妈可以，但是这个孩子是因为你才流掉的，难道你不该还我一个吗？还？你以为我们两个是在做生意啊？一个孩子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，这怎么可以还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好，我就还你一个。你们夫妻俩的身体都很健康，年纪也轻，自然受孕的机会非常大，并不需要人工受孕。你们再考虑考虑。人工受孕的过程中，妈妈必须打排卵针，身体的状况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而且也不一定能够一次成功。希望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没关系，只要能达成我婆婆的愿望，多少苦我都可以受。这一块可以种草坪，这一块呢，董事长，我决定这样规划。你看啊，董事长，一位施建生施教授来电话，3线。施教授。你好，施教授，我是潘树德，有什么指教？施教授，我想这中间应该是个误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个清楚，跟你报告。是，谢谢你体谅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奇怪，董事长，怎么了？也不知道是谁跟他爆的料，说我们敷衍居民。和他们说这个环评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可实际上环评报告根本没有往上呈，说我们哄骗居民，要我们有个交代，要不然的话，要诉诸法律啊！哼！哎呀，董事长，这可不好办。如果他要参加环评的话，这一定会带来很大的麻烦。他可是个环保激进派啊！哦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他当环评委员，这个案子有可能过不了了。我可真背呀，怎么遇到这么个瘟神啊？董事长，我好像听孙光亚说过，说他是他大学时的教授什么的。大学时的教授？这么说，有可能是孙光亚爆的料。我看十有八九。董事长，事急从缓，我们还不能紧张。你不懂，有这个瘟神在，这个案子还不知道要拖多久。这上百亿的案子拖1-2年不是正常的吗？我给你保证，只要这姓施的当环评委员，我们这个案子就永远过不了关。这可怎么办？要不然金星啊，
你去想办法弄一份那个施教授环保的资料给我看一下。哦，可数据怎么过关？我当然知道数据不过关，不过把它先弄回来，咱把这个内容改一下，不会吗？啊，还有金仙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看看这个施教授有什么弱点没有？有弱点，我们就好做了啊。董事长放心，没问题，我一定办到。儿子，你在赵集那么卖力工作，就给这么点工资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没错，我问过会计了，他们说是上司的意思，就给我这么点钱。他说要表现好了才会给我加薪。表现怎么看？拿什么做标准啊？那我哪知道？赵集的上头不就是韩秀吗？都自己人了，就给你这么点工资。要是他再狠点，3年5年不给你加薪，你就一直拿这点钱拿？可能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制度吧。光亚，你还是去问问清楚吧。你就是这个样子，胳膊总往外拐。韩秀都欺负光亚成这样了，你还替韩秀说话？哎呀妈！你知道我们光亚在百飞拿多少钱？是这的好几倍呢。难道赵集不如百飞吗？糟蹋人也不能这样啊！光亚，韩秀啊，就是个冷血动物。他是想报复妈，他整你是给妈看的。可是我孙女不是好欺负的。儿子，明天咱们不去上班了。哎呀妈，这点钱也是钱呐！我在没找到新工作之前，还是不要轻易放弃吧。好好好，你愿意让韩秀欺负，随你。妈，妈，光亚，姐她不是妈说的那种人，我想过段时间她就会给你调薪了。过段时间，那得过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说我这点钱我怎么养家呀？大不了我再去做份兼职，多赚点钱嘛。是，那我不成了小白脸了吗？什么呀？不会的，你呀就是暂时怀才不遇而已。在你遇到赏识你的人之前呢，就让我这个做妻子的多帮帮你吧。你说我孙光亚上辈子积的什么德呀？居然找到你这么好的老婆。当然了。来，奖励你一个。真的啊？这么乖？那我也奖励一个，给我最好的老公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甜不甜？甜呢。你要好好工作哦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他给你这么一点工资啊！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帮你，因为我在赵记呢，只是一个傀儡总经理，所有的权利都在韩秀的手上。就算我去跟人事部说这件事情，人事部还是会回去找他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的难处我知道，没关系，等有好的机会再说吧。拿着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拿你钱做什么？1000块钱怎么养活一家3口啊？于韩秀他能做到，我做不到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跟韩韵呢？自家人嘛，说。大年，你再这么干，我们兄弟都没得做了。不要再逞强了，这钱呢，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好不好？以后再还我就行了嘛。我不是在逞强，我又不缺钱，再加上我有专利，这2天就会下来，到时候靠专利赚钱没问题的。是你跟我提过的那个防震钢筋吗？对呀。那是个很好的发明，一定会有很多人采用。有时候啊，有梦想就会辛苦一点。来，祝你成功。来，这2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！交给你们了。哎，好，我接个电话，你们先去吧。啊。喂，你是孙光亚吗？我是孙光亚。什么？一个案子送了2个计划书，我只送了1个呀。和金星一起共同申请专利，上个月就核准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好，我再问清楚吧。我一向不用没有工作经验的人，看来你是个人才，我有点犹豫。要是录用我的话，我一定努力学习。我会预先考验你，看你有没有这份心。
好，没问题。来，我给你倒上来，喝吧。行啊，多点量啊。可是我不能喝。没关系，将来场面上用得着的，学着点吧。喝呀喝，再给你倒上。将来呀，接待客户不会喝酒可不行啊！来喝下去吧。对了，这才是好样的。来，还能喝啊！来，继续。阿刘啊，人家于小姐都醉成这样，你就别灌人家酒了，放人家一马啊！这杯酒啊，我替她喝了。老刘啊，我看时间也不早了啊，你该让人家下班了嘛。也是。这样吧，我打的送你回去哈。不用了，我有车，我送他回去。不好意思麻烦周老板了。来。谢谢。于小姐，你以后千万别这么不小心了。你说你跟那个老板才认识多久啊？怎么就跟人家出去喝酒了？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就后悔莫及了。周老板，谢谢你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再见。韩玉，坤坤呀，韩玉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不是找工作去了吗？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喝成这样，三更半夜的找工作，找什么工作啊？除了歌女、舞女、妓女以外，有什么工作能喝成这样的？哎呀妈，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好不好？我刻薄？那你问问他，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？韩玉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去应征嘛。然后老板带我去唱卡拉 OK， 所以我就喝多了，一个先生把我送回来的。哎呀，你听听，应征应到卡拉 OK 了，哎呦，没问题才怪呢。哎呀妈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哎呀，我是为你打抱不平，你反而说起我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么放任他，你早晚要戴绿帽子。怎么可能呢？韩玉不可能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。哎呦，你这么信任他？我告诉你啊，他生母可是有前科的。你提以前的事情干什么？你让我跟他单独聊两句。好，你们爱怎么聊就怎么聊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必须提醒你们俩，不许败坏孙家的门风。他说啥？韩玉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说什么了？你说的完全没有逻辑。你到底在隐藏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韩玉，我告诉你，我孙光亚再怎么样，也不会让我老婆出卖色相来养我，你明白吗？永远不可能。孙光亚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韩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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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大晚上出去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都把我想得这么下三滥了，还管我危不危险？是我不对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好不好？跟我回家。你又不相信我，我跟你回去干嘛？发生这种事，我也很慌很难受。你不但一点安慰都没有，就是怪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。是我不好，我看你没有回家，我就担心，就害怕，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遇到这么糟糕的事情，我还在责怪你，是我不对。不能怪你往歪里想。我现在自己回想起来，都觉得自己很蠢。还好后来遇到的周建周老板是个好人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你说你这人这么单纯，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，我让我同学帮我找工作吧，怎么省吃俭用应该没问题。那我也去多找一份工作，补贴家用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。恭喜你啊，你怀孕了！这么大了，你怎么都不知道啊？真的，我怀孕了。是的，你都不知道吗？怎么那么笨呢？怀孕了你都不知道啊？最近太忙了，我也没注意。是吗？我们也是同学关系，要不是同学关系的话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这一胎可能是个男孩。是男孩？对呀，你赶紧去妇产科医院再检查一下吧。这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怀孕了。怀孕了？我同学告诉我啊，我怀的是一个男孩。男孩子？姐。我流产了以后，我的婚姻也垮了。我想为了拯救我的婚姻，也让我的婆婆她心愿达成，抱个孙子。我拼了命的做人工受孕，一天打3支针，打得我肉都结块了。结果我是留下了胚胎，可是个女孩子。胎儿现在也都成型了，不能再做人流。医生说量太危险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失去生育能力。姐，男孩女孩都是宝，他在你的身体留了下来，就是和你的缘分，你就不用难过了。那是因为你不懂我的难处。我婆婆这么疼我，这么信任我，可是我却把她的孙子给流掉了。现在我又不能让她抱孙子，大年也不可能再跟我做一次人工受孕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我婆婆交代。我现在怀的是个女孩。姐，我听医生说，如果做 B 超的时候宝宝的腿夹得紧，有可能会把男孩看成女孩的。你先别这么悲观了，下次做产检的时候再看看，说不定会有别的结果呢。你不要安慰我了，我做的是抽血检查，不会错的。不然，你就告诉大年妈妈，或许她更喜欢女孩子呢。韩玉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。什么想法啊？我们可以合作。怎么合作？我们可以交换孩子。怎么能这样呢，姐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。可以的，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没人会知道的。不行，这孩子可是我跟光亚的爱情结晶啊！可是，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儿子有最富裕、最幸福的生活吗？赵家可以给你儿子最好的一切，这不是你最想要的吗？而且，我的婚姻问题也可以获得解决啊！这么一来，你的女儿就要跟着我受苦了，你就不心疼吗？我不会让我的女儿过苦日子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打算把光亚提拔到一个她适合的职位啊。光亚不是发明了一个专利吗？他可以跟公司技术合作啊。赵记是建筑业界的龙头，只要赵记肯使用他的专利，其他公司也会跟着引进的。
你们一家就不愁吃穿了？啊？如果交换孩子，孩子就可以在最好的环境中长大，光亚也能一展长才，这都是我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，而且还能帮助姐姐挽救姐姐的婚姻。但这么一来，我的孩子就得离开我身边。韩韵，这是住在姐姐家里，你担心什么呢？你考虑好了吗？姐，再让我考虑一下可以吗？好吧，你想好了，尽快答复我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记得，这件事情只能我们2个人知道，连光亚都不能说，知道吗？我明白。那我先回家了。吃啊！妈，光亚，我有点事想跟你们说。什么事啊？说。我今天去医院了，医生说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哎呀，怎么样？你现在怎么样？哎呀，别动了胎气，这肚子里可是我的孙子。哎呀妈，你要当奶奶了，知道吗？你要当奶奶了。瞎废什么话？赶快吃饭，吃饭。来，吃饭啊！来，吃块牛肉，快，来，多吃点啊！多大了？14周了。哦，14周，3个多月了，不小了。那你怎么还经常跳操啊？我不是也才发现吗？那以后别再去跳了啊！他们说超过3个月啊就已经稳定了，何况这肚子还没大起来。哎呀，亲爱的，妈叫你别去跳，你就别去跳了，妈是为你好啊！来，吃饭啊！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啊！怎么样？打听的怎么样？董事长，这个人太正直了，在资料上根本找不到弱点。怎么可能呢？天下有完人吗？有圣人吗？财也不贪，色也不贪，一个人到了什么都不贪的地步，真的是没有弱点。我威胁利诱软硬兼施，在他身上根本不管用。那他就得死。哎呦，韩韵啊，停！你干嘛呢你？你特意想把我孙子累坏啊？没事儿，妈。走。哎，从后面看，倒像是男孩，可是前面肚子又不尖，像是女孩。哎，你问大夫没有啊？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医生说被宝宝的姿势挡住了，还看不出来，说下回产检再看看。这医生水平怎么这么差？要不你再去找一个大夫验一下啊？不用了，妈，人家说孕妇呀，看一个医生比较好，不要换来换去的。就你歪道理多。我们以前生孩子的时候，哪有这种说法？那以前生孩子的时候，还找产婆在家里生呢。妈，怎么着？你让我老婆在家里生孩子啊？切，怎么可能啊！光雅，妈叫你买的鸡买回来没有啊？哎呀，在这儿呢。哦，这是我挑遍了整个市场最大最好的鸡。是吗？好，我啊去炖鸡汤啊。哎，妈，这鸡汤是炖给谁喝的呀？当然是我孙子了。你看，孙子还没出生呢，儿子就先失宠了。跟你学的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娘。哎，光雅，我听说啊，有一种验血的方法，可以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。你去问问大夫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也去验一下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妈，胎儿都那么大了，性别早就确定了。再说了，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？怎么一样啊？如果是孙子的话，我早点帮他准备好衣服。行啊，妈，
反正我听说验那个东西特别的贵，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你执意要验的话，大不了我把宝宝以后的奶粉钱拿出来验呢。真的很贵啊！真的。那生孩子要花很多钱的。那算了吧，不验了。哎，怎么样？现在挺好的。哎，小宝宝有没有听话啊？你能感觉到他？正在动呢。是吗？踢你呢？喂，我是宋光亚。施教授找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董事长，施教授的事搞定了。没有什么尾巴吧？他所有的数据我拷贝了一份，电脑里的数据我全部删除掉了。安全吗？我敢向您保证，他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打电话骚扰人了。大年，哎，服务员，先生，您要点什么？一杯咖啡，少放点糖啊。好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我刚才给施教授上香了。这么好的人，死得这么奇怪。不知道，新闻说他气喘病发了，说他药忘了带就发生意外，怎么会呢？但我师母告诉我，她一直很怀疑教授的死因，明明是他亲手准备的气管扩张剂，怎么突然就会没了呢？的确是很奇怪，因为我妈也是个气喘病人，对这种事情会格外小心，只是一个闪失，几分钟命就没了。尸检报告上说没有他杀或者中毒的迹象，而且是以病死而结案的，的确是挺可惜的。这施教授啊，在生态保护这一块呢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。是，施教授生前还为水世界的问题跟潘才纪交过手，而且那个环评报告没有通过，可潘才纪却说那个报告是通过的。他为这件事很不高兴，扬言这份报告会让潘才纪跌个大跟头。光亚，你觉得施教授的死跟潘才纪有关系？你是说潘树德会为了开发而杀人吗？光亚，这个案子几百亿，一条小命算什么？这么庞大的利益，何况他又是潘树德，你说呢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不成了杀害施教授的间接凶手了吗？是我告诉施教授那个环评报告是假的，那他不就白白送命了吗？光亚，你干嘛要自责啊？我们刚刚假设的这些事情并不一定是事实啊，而且都是我们的猜测，也没什么证据。别想太多了，说不定这件事跟潘树德没什么关系。不行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跟潘才纪有什么关系，我一定要查清楚，不然的话我良心过不去啊。好，告诉我吧，你要怎么做？除了上次姐姐提过的条件外，我还想再加一条。你说说看。我希望你能立刻给光亚调薪到合理的范围，我不想再看到光亚为了小钱烦恼。这没问题，我马上回公司给他调薪。你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吗？大概就这样了吧。汉玉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你答应我就不能后悔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想这么做对大家都好。汉玉，谢谢你，你这回帮了我大忙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一家人的。姐，怎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是姐妹，本来也是一家人呢。这段时间钱不太多，我知道你生活上很困难，我也替你想办法了嘛。可是什么事情都要经过韩秀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现在给你加薪，你还要怎么样嘛？哼，给我这么点薪水，给了我快1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走了你给我调薪，当施舍我？谁施舍你啊？别给你脸不要脸啊！莫名其妙。好，你说亲戚是吧？我要你知道，我孙光亚不是靠关系的人。走，让开！哎呀，别动！
呀你？妈，我就想把上面的灰尘擦一下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吗？孕妇不能爬高，不能拿重东西，这些忌讳的事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？你连个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妈，连医生都说了，这产妇多运动运动，对胎儿呢是很好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拿医生的话堵我的嘴啊？不是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嘛。我告诉你啊，万一动了胎气，我看你跟孙家怎么交代。我问你啊，教园里操的课辞了没有？我前天就去了。哦，那产检结果呢？医生说啊，宝宝很健康。是吗？哎，孩子这么大了，应该知道是男是女了吧？是的，那个是。说呀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是女孩。女孩？不会呀，我看这个肚子应该是男孩嘛。我本以为你给孙家生个男孩，可以帮我们孙家传宗接代，现在生个女孩，真没出息。妈，韩韵，你们在聊天啊？聊什么天呢？哎，光雅，都是你啊！上班时间怎么那么早回家啊？我已经把赵记的工作辞掉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把工作辞掉了？我1个月在赵记就那么点钱，啊，分明瞧不起我嘛！以我的资历和学历，我拿的薪水居然和那些新人一样，太瞧不起人了。你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啰嗦什么呀？辞了就辞了。我们光亚有本事，应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那咱们这样做，我对姐姐会不好意思的。他什么不好意思啊？光亚有本事就应该拿高工资，不好意思的是他。光亚，妈支持你。人呐，就要争一口气，此处不留人，必有留人处。赵记再大，但是不赏识你也是白搭。说不准啊，我们再找一个公司，你呀，有更好的发挥余地呢。啊，姐姐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光亚呢？哎，你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哎呀，妈，韩韵，妈说的没错，我在赵记实在施展不开我的才华，还不如走了的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找到工作的，好吗？姐，你不是答应我帮光亚调高薪水的吗？我调了，可是光亚他自己等不及就不干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光亚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人呢，他不会这么沉不住气的。他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是不是受到什么委屈啊？韩韵，一个男人到社会上做事，肯定会遇到很多复杂的困难，不可能事事都顺心。在我看来，光亚一直都是一个没有勇气面对问题的人，遇到问题就躲开，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吗？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光亚不是这种人。你还说呢？要不是他这么没担当，你们会遇到这么多挫折，差点不能在一起啊！姐，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不过这一次啊，真的是他耍脾气，你可别怪我不守信用啊。怎么样？最近有没有去产检啊？去了。一切顺利吗？医生说一切都好。姐，你呢？我啊，一切都很顺利啊。那就好。相信啊，姐的孩子肯定像姐一样聪明漂亮。大年，明天平家住宅改建案就要开设计会议，还有后天下午有省政府的人要来做初步访查，你要记得出席，不要让我们找不到你啊。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跟妈说了算吧？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是赵记的总经理，你该尽的义务还是要做到啊。
这是你的案子，跟我还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一个总经理在那里摆样子的话，随便找一个，应该比我有用。大年，我没有不采用你的建议，是你现在拒绝跟我沟通。哼，现在的公司，上至建材的事情，小至员工的薪水，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你的决定。就算我有什么意见和想法的话，最后也是你拍板定案。我想请问你，有什么好沟通的？你还在记恨建材的事情啊？你怎么这些小事情都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光亚的薪水的问题，是小事啊。我给他调薪了，是他自己要离职的，这样也要怪我吗？不怪你，怪谁啊？你用这种方法在羞辱人家。我在建筑界没有人愿意要他的时候，给他一份工作，给他钱赚，这叫羞辱他？他自尊心会不会太强啊？是谁的自尊心太强？换了位子就换了脑子，你都忘了以前当上班族拿薪水是什么样子？如果你老板这么对你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更何况他是你的妹婿啊！如果他今天不是我的妹婿，我才不会帮他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讨厌他？他跟你有什么过节啊？你不知道他的养母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吗？就算是这样子，那又怎么样？那是你爸妈之间的恩怨，关他什么事啊？我的亲生母亲，她抛弃了我20年，她对我不闻不问。可是孙光亚，他却霸占着，还享受着原本应该属于我的母爱20年。我凭什么不能讨厌他？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，你居然这么的不讲理。这是上一代的恩怨，干嘛扯到这一代人的身上？尤其是光亚，他是无辜的。我跟你真没什么好说的。赵大年，你曾经真的关心过我的身世和我的感受吗？你现在却帮着孙光亚来指责我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你怎么想我都无所谓了。你明天的会议和后天的会议都得到。我刚刚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命令我。那如果我明天不去会怎么样？你炒我鱿鱼啊？我是没办法炒你的鱿鱼，反正什么事情你跟妈交代。我不想跟你还有妈交代，我也不想当什么狗屁总经理，不想当你们的傀儡啊！以后你们怎么样随便你们，随便你们。赵大年，赵大年！陈姐，总经理进办公室了吗？还没呢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设计会议已经等总经理1个小时了。你们先开始吧，我马上过去。好的。哎，赵总，你看这个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啊。喂，大年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在找我的新办公室。新办公室？嗯。全公司都在等你这位总经理开会啊！你到底搞什么啊？那你叫他们不用等我了。这次我是认真的，我一定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。就这样，拜。喂，喂！妈，现在大年好像真的铁了心要离开赵姬啊。你不用着急，先观察一阵子。我的儿子我知道，劝也没有用。既然走出了这一步，非得撞他个南墙才甘心回来。但是眼下省政府的人就要来看平价住宅改建的案子了。既然大年不在公司，你也不必躲在身后了。从明天开始啊，你正式接替大年的工作，当总经理，名正言顺地推动这个案子。不，妈，这样子做会让大年没有台阶下，而且会断了他回赵记的路啊。他要是珍惜这个位置，也不会轻易地放着公司不管呢。可是他终究是赵记的继承人呢。你也不想当总经理啊？难道让我拖着病自己去经营赵记吗？不是的，妈，我也很想替您分忧解劳啊。只是我真的不想再跟大年处在这种对立关系了。老夫人，少奶奶，少爷刚回来，正在房间收拾东西，准备搬走呢。让他搬，随便他搬到哪儿去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妈，不如你劝劝他吧。我劝他什么？我低声下气的要他留下呀。别做梦了。那我去看看吧。顺便告诉他，有本事就别回赵家拿1毛钱。我现在不怕了。我赵记产业后继有人了。
我先去看看大年再说吧。妈，你别生气啊。大年，你在干什么？搬家。搬家？你老婆和妈都在这儿，你要搬去哪里啊？我老婆呢，是不会在后面捅我一刀，也不会扯我的后腿。好，就算你看我不顺眼好了，但是妈现在身体这么不好，你怎么可以弃她于不顾啊？我只是要搬出去住，我也没有不管我老妈。更何况她有个超级媳妇照顾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你是妈的亲生儿子，我这个儿媳妇再好，也不可能比得上你啊。那你就做好你这个儿媳妇的本分嘛。你不要忘记啊，你是我妈千挑万选出来的儿媳妇，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的。怎么会有你这样占尽便宜的坏蛋啊？反正呢，我要出去开新公司了，到时候会有很多的交际应酬，你不一定看着顺眼。与其大家挤在一个屋子里这样天天吵架，不如搬出去住嘛，大家眼不见为净，那不更好吗？大年，大年。大年，我去施教授家里找环评资料，却发现那个文件夹是空的。是空的就表示有人动手脚啊。是，我也想到这一点。师母跟我说过，在施教授死的那天，有人去找过他，好像那人名字叫王军。那你对这名字有没有印象？就是没有啊，我同学里没这个人呢。会不会是施教授的学生，还是助理，或者是其他什么的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再去学校调查一下。哎呀，但是听师母形容他，又好像很熟的样子。你想想看嘛，会不会是你的学长或是学弟之类的？哎呀，就是想不出来嘛。你看，咱们去施教授家找环评资料这个方案行不通。虽然如此啊，你想想看，原本应该存在的资料，莫名其妙的消失，这件事情一定不单纯。咱们从动机来分析一下。如果环评资料消失，肯定是对潘才纪有利。要说有谁动了手脚的话，跟他们肯定脱不了关系。可是眼前呢，你借故离开了赵吉，一定承受了不少的压力。你现在突然再进潘才纪的话，你等于直接跟岳父对立，韩秀他也饶不了你的。这事情只有你知我知，瞒着所有的人，这样才有机会。不然到时候啊，连韩运也无法谅解你，是吧？施教授是我的老师，是我告诉他整个环评的事情，才把他扯进来的。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至于韩运，我相信他会了解我的用心，可以原谅我的。是，他应该会的。好了，别想了啊！来，干干！时间地点呢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下个月我们就一边度假一边待产。为什么一定要到外地去待产呢？不去外地，我们怎么换孩子呢？可是，你不要后悔哦，你答应过我的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我也应该告诉光亚呀。不行，你答应过我，只有我们姐妹俩知道，不可以有第三个人知道的。我们都快生产了，现在还要到外地去，爸妈都不会同意的。爸妈我可以说服他们，你只要搞定光亚和你婆婆就行了。光亚应该问题不大，她应该会顺着我的。可是我婆婆就……我说说看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说服他们。妈，你下午又跑哪儿去了？都挺了这么个大肚子，还不安分呢？我呀，是姐，叫我出去谈点事。韩秀找你干什么啊？也没什么。他说想去度假待产，让我也陪他一起去。韩秀一定是不想在生产的时候见到我，才这样安排的。唉，随他吧。你们花样还真多，生个孩子吧，还跑老远去度假，得花多少钱？姐说费用她来出，我就陪她去就行了。那是一家特别有名的待产中心。还是有钱人好，有气魄啊。好好好，你们爱到哪儿生就到哪儿生，
省得我麻烦。那我下去了。少奶奶，妈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啊？过2天呢，我要去外地出差，去和建材进口商谈笔生意。你的预产期都快到了，怎么能出差呢？派个人去不行吗？妈，这笔生意很重要，会关系到我们改建案的成败的，我一定要亲自去谈呢。可你有孕在身，不方便的。其实呢，我会去出差也是为了胎儿好。怎么说？因为张医生说啊，那里有一家最先进的生育中心，他可以安排我去那里待产。那何必走得那么远呢？妈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有过一个失去孩子的经验了，我真的不敢再冒一次险了。你的心情我了解，好吧，你安心去待产吧。谢谢妈。师傅，你再稍微等一下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。快点啊。韩韵，姐，大姐好。快走吧。走。要当心点啊。自己要当心，知道吗？等一下到生育中心的时候，你记得称自己是于寒秀，我是于寒韵，这样孩子出生证明自然就换过来了，知道吗？寒韵，姐，你还好吧？等一下记得称自己是于寒秀，知道吗？赵夫人，哦，是的。你和你妹妹的预产期很接近，应该就在这个礼拜了。我姐姐的意思是说，当我们其中一个人要生产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就同时做剖腹产。这个要求挺特别的。这个是我们姐妹的约定。是的。你们姐妹感情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生育中心会尊重客人的要求，什么都可以安排。2位入院以后，我们会再做一次最仔细的产检，保证生产一切顺利。报告环评资料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那施教授那边呢？施教授都死那么久了，怎么能做不好呢？还是我亲手做的。这别的数据我不敢说，要是施教授这一份，那可精辟了，就连内行人看了都被我哄得一愣一愣的。金总，你办事我放心，啊，有前途。啊，在这个关节，于万顺应该被哄得哑口无言了吧？年轻人，做事别太乐观，太有把握。于万顺他是个顽固分子，没那么好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啊！你先别急，我去通知医生，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通知院长，让我姐开始准备剖腹。欣欣，你不要着急，大口呼气，放松一点啊！院长，院长，赵夫人，您准备一下，马上要进行剖腹生产手术了。我姐姐，不，我妹妹她要生了吗？是的，院长刚刚通知说你妹妹开始阵痛了，我们这边也要准备手术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不用紧张，我们会帮你安排的。注意啊，好，深呼吸，对，非常好，再用点力，对，用力，加油啊，马上就好了啊，加油！
给我刀。袁丽啊，加油！对，深呼吸，用力呀！好了啊，快出来了，加油！上马劲，用力呀！用力！对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可以了，深呼吸，加油！赵太太，恭喜了，是个白胖小子。孙太太，你女儿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啊，怎么样？医生说她的心脏有先天性缺陷。这个我知道的。啊，幸好你有心理准备。可怜这女娃长得这么秀气，没想到。啊，对了，我姐姐状况怎么样啊？哦，赵夫人啊，她在等麻药退呢，因为是剖腹生产，所以呀，在医院里面要多住几天。没问题，我会陪到她最后的。嗯，那你休息吧。姐，嘘。哎，躺下。你呀，总是忘记我们现在交换了身份。对不起，我总是会忘记。这个呀，比我记舞步还难呢。没关系啦，反正现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怎么样？很痛啊？没事。护士已经给我打过止痛针了，只是药效还没完全发挥。对不起啊，是姐姐害你受苦了。姐，你说什么嘛？从小不就是这样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会做到的。想起来你真的是蛮听话的，只不过就是有点粘人，有一点讨骂。我知道你喜欢骂我，可是呢，要是我真出了什么事，你还是会帮我的。没想到，这次还是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呢。你别这么说。对了，我刚刚啊去看过我未来的儿子了，谢谢你帮我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你是说我儿子吗？是啊，你儿子就是我儿子嘛。我想我们姐妹这么亲，应该没有分别吧？我们姐妹这么好，我们的孩子又是同时出生，那他们就比别人多一倍幸福，不是吗？是啊。倒是我，那么不争气，到现在还不能走动，没能去看看我未来的女儿，她还好吗？她很好啊。